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在过去的这10年里，印度的经济飞快增长，不仅超过了加拿大、巴西、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和英国，在世界排名当中也从第11位飙升到了第5位。预计在2025年到2026年间，印度的经济还将赶超排名第4的德国。很多人都说印度将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至少我们知道，到2027年，印度很有可能会超过日本，晋升世界第3大经济体。根据标准普尔的预计，印度的实际人均收入也将迎来平均每年 5.3% 的显著增长。这一增长使得印度成为 G20 国家当中最大的消费群体。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印度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它是否未来可以成为替代中国的另一个世界工厂，它还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那么首先我们要讲讲历史。过去这几百年，印度次大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它的贸易额曾经占全球的 25%。 在1700年，印度的经济是全球数1数2的。但是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份额逐步减少。到了1940年代末，印度赢得了独立，并且建立了一个多党派的民主体系，这跟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制有着诸多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被西方殖民或者半殖民，他们对西方的体系又持怀疑态度，同时他们也都缺少可以出口的商品，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借鉴苏联的经济政策，转而更注重国内的发展，偏向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果显而易见，印度跟中国的这种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最终都没有成功。当他们经济处于停歇的时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这4个亚洲国家却在战后飞速发展。这些国家从60年代开始就以廉价的劳动力、扎实的工业基础和愿意接受外国技术而闻名，所以西方国家在60、70年代的乃至到80、90年代都在这些国家生产玩具、服装和装饰品。自然这种成功也让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世界的焦点。1978年，中国的邓小平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果断地把目光投向了新加坡，模仿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当时就有不少中国的官员频繁地访问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尽管这2个国家的规模相差特别远，但是中国对新加坡的这种威权治理体系、反腐的斗争、高效的生产力以及工业和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都表示了赞赏和认同，所以这也是中国愿意借鉴的地方。所以从邓小平时代，中国开始欢迎外国企业进驻中国。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庞大的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它能够满足大型的制造业需求。所以说有了这些劳动力和最基本的工业基础，再加上对外资和技术的渴望，全球制造业的重心就开始向中国转移，特别是那些生产玩具、塑料、服饰这样的低端商品行业。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见证了制造业的飞速增长。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高达 10%。 那么印度的出口也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并且在1991年加速增长。印度的增长速度还是慢于中国的，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比印度提前了13年。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其实在1991年的之前，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还不如印度。但是到了1992年，中国开始超过印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双方逐渐发现是战略上的对手跟敌人，双方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那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基本上是依赖它的工业化，但是现在呢，可以说中国已经失去了它在90年代还有2000年所享受的那种工业化的基础的优势和全球化红利。尽管如此，印度想要赶超中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据高盛集团统计，印度到2075年才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印度经济的增长模式到底是什么。印度目前在全球的 GDP 当中的贡献已经上升到了 3.6%， 相当于中国在2000年左右的水平。除此以外，印度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它的股票市场已经挤进全球第4，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同时，印度每年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已经占到了 GDP 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过去这10年里，印度的出口增长了 73%， 印度在全球出口市场当中的份额
从2012年的 1.9% 提升到了2022年的 2.4%。印度经济的这一部分增长和中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不太一样。印度的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它内需的推动，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印度的国内消费还一直是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大概占到了整体经济的 55% 到 60%， 这比中国还高。除此以外，印度的国内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整体来讲印度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提高啊，很多地方还是很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趋势。最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人口结构，这个人口结构跟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口结构非常相似，而且消费的份额也很相似。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美国1960年代的人均收入大概是1万美元，印度在2023年的人均收入正好达到了9000美元。所以我们可以看，由于印度的这种经济结构，导致了印度的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超过了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消费就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到了2023年，消费支出占美国的 GDP 的比重仍然高达 68%。所以说，只要你的消费者能持续的消费，那么经济就能够避免衰退。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印度的增长模式，第一个就是消费。印度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预计未来20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接近3倍的增长，印度市场将经历重大的变革。印度现在正在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市场，在这个市场当中，企业跟消费者都在积极的利用现代的金融体系赶上这波科技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金融部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国企银行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是私营部门的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公司，它们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除此以外呢，印度基础设施的改善相当值得一提。在过去这10年当中，印度扩展了 25% 的公路网络，平均每年都有上万公里的新公路建成，机场的数量更是几乎翻了1倍。有些新的机场的设施都可以跟发达国家的机场相提并论了。那么说到现在的金融体系，就不得不谈到数字支付系统。其实印度在这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的。比方说，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 UPI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软件，它还支持 Apple Pay、支持 Google Pay 这样的这个全球化的金融应用程序，所以人们可以迅速的转账。到了2022年 ，UPI 处理的交易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刚才讲过，印度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以及东亚4小龙的这个低端制造产品的都不太一样，印度更侧重于高技能的制造和服务的出口，比方说软件、业务外包、工程类的商品。那这种高端出口导向的策略就导致了这种就业机会分布不太平均，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群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进步确实为那些以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开辟了新的机遇。现在商人们也可以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了，可以利用网络科技来扩大销售，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产品卖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以前有些商家要贷款要去很多地方，他们还得自己找当地的分销商，每做笔一成生意就谈一次价，而且他们也为货物运输的事情操心。但是现在有了智能手机跟网络，一切都在改变。在过去这10年里，印度的 GDP 增长了 78%， 其中服务业的贡献就高达 48%。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印度可以说是非常依赖它的服务业，所以印度服务业的出口也是占了主导地位，大约占了所有出口的 40%， 这也使得印度成为了全球第7大的服务出口国，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总额也从10年前的 3.2% 提升到了现在的 4.5%。 这里边大家最熟知的就是软件开发、客户服务、业务流程，这都外包给了印度，所以很多的公司的 call center 都是在印度。所以说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给印度带来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而且还可以给印度提供大约500万的就业机会。当然在9亿多劳动适龄人口当中，还只有1半人能够参与到劳动当中，也就是只有大约6000万人有正式的工作。所以说印度需要继续的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蓝领工作机会。在过去这10年里，制造业在印度经济的份额在大体上也就徘徊在 17% 到 18% 左右。当然某些制造业的领域在蓬勃发展，比如说制药、电气、机械还有车辆，这些出口在过去5年大约增长了 63%。 印度政府还为此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意图促进商品的出口贸易，特别是当他们看到
很多的企业正在从中国转移出来。但是从政策上来讲呢，印度似乎并不是很倾向于中国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相反，它采取了很多的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说进口替代啊，或者补贴国内企业啊，就是中国现在干的事儿啊，来保护国内的产业和企业免受全球竞争的冲击。印度的关税政策也大大限制了印度在全球商品市场的竞争力，而且印度也不愿意参与到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当中。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印度不能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是他们不想重蹈中国的覆辙。所以对于西方国家来讲，选择在印度建厂仍然有很多的劣势和风险。比方说，自2018年以来，印度的关税就一直在不断上升，导致了很多寻求廉价劳动力的企业都跑到中国去了，这导致印度经济每年损失超过1400亿美元。其实最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位于印度金奈附近的诺基亚工厂，在2014年突然倒闭，超过了8000名工人失业。那这个工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能够生产成百万上千万部手机。这家公司突然倒闭，实际上是因为诺基亚卷入到了一场与印度政府的税务纠纷当中。起因就是印度政府指控诺基亚逃税，强行的要求诺基亚偿还高达15亿美元的债务。最终诺基亚跟印度政府和解了，但是这个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其实这个例子还有很多，还有英国的沃达丰，还有凯恩能源，以及另外17家大型公司都与印度政府卷入了各种纠纷。虽然印度政府一直是拒绝公开它这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在过去这2年，他们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试图让各国的企业在印度做生意变得更加容易。比方说，印度把多个州和联邦税合并成了一个商品和服务税 GST， 而且印度已经停止了追溯性征税。莫迪总理也经常的去会见这些大型的企业的 CEO， 欢迎他们来印度投资。但是如果印度想要挑战中国的制造业地位，还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不过在就业问题上，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如果印度愿意加大投资创新，扶持那些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企业，其实印度还是有很大机遇的。中国过去有一个创业潮，对吧？李克强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实际上印度的机会更大，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束缚，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正确，更不用在企业当中设立党支部。所以在过去你可以看到，涉及到能源跟运输的阿达尼集团，涉及到电信、化工、能源、零售的信实工业，还有覆盖 IT、零售、能源、汽车的塔塔集团，还有主营钢铁业务的 JSW 集团。光是这4家公司就计划在未来5到8年对印度的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目的就是大力的发展本地的供应链。那当然还有一个话题不能不忽视，就是印度的人口，这是现在全球最热门的话题。目前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很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还有中国，他们的人口都在不断的快速老龄化，但是印度却有大约5亿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这无疑为印度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印度的人口预计还会继续的在未来40年快速增长，到2063年才会达到顶峰，届时印度将会有超过17亿人口。相反，中国的人口却在迅速的减少，到下个世纪初，印度的人口将是中国的2倍。几乎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因为过去的那个独生子女政策，现在正在失去人口红利，这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到了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1.3%， 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现在的印度在某些方面就好像是30年前的中国，青壮年人口在迅速的增长， 6.1亿人年龄在25岁以下，需要照顾的老年人也相对较少。再过30年，印度才会逐步进入老龄化，而未来30年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按照现在这个发展势头，未来10年印度就有5亿人进入中产阶层，所以印度将会是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将会替代中国的消费市场，毕竟中国人口在不断减少，那么年轻的消费者也在不断减少。当然，印度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也会加强印度在世界话语权的地位，可能在全球事务当中，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小，而印度开始填补中国留下的空白。当然，印度也有诸多的问题，除了一小部分精英阶层，很大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可能随时面临失业，因此拖慢印度的经济发展。现在印度的就业情况大约是 10% 的人是在打工，除了这 10% 有稳定收入的工人以外，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要么是个体户，要么是临时工。
所以印度大多数人实际上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难，而且印度也几乎没有基础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所以说今天的印度基本上还处在一个农业社会，在城市化方面比中国落后很多。中国至少还有数百万计的农村人愿意搬到大城市去工作，但是印度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背井离乡，甚至你去印度，你下了飞机可能会发现家畜就在到处乱窜啊。当然这有很明显的就是城市化没有完成的一个标志。当然这也说明印度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还有大量的人口仍然是处于农业社会，仍然在农村生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印度的劳动力人群里边女性占比要远远小于中国。印度的文化似乎就是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相夫教子，所以印度的女性工作参与率太低了，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只有 20%。 就连它旁边的孟加拉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都有 40%。 所以说如果只有1/5的女性在工作的话，那就很难说印度的进步是全方面的。当然印度也在不断的促进女性的参与度。印度的一家公司就是生产电动滑板车，他们的生产线上全部都是女性工人，而且整个工厂的运作跟生产过程都有机器人的帮助，这也打破了制造业当中或者是汽车行业当中这个传统，就是必须要男性员工。虽然由于教育、传统习俗、性别不平等和种姓不平等在印度仍然存在，让弱势群体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印度政府推出的数字化方案也简化了银行的业务，给很多的贫困人口提供了方便。但是印度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 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毫无疑问，印度需要分配更多的资源给到教育和医疗保险，才能够提供人民的生活质量。毕竟在191个国家当中，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只排在132位，低于斯里兰卡、中国、孟加拉和不丹。总之，印度一直被看作是下一个中国，但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印度，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AI 时代，很多的工厂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中国过去那种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放到今天已经不再适用。所以即使印度愿意敞开它的大门，很多的企业可能也不一定在印度设置工厂了。所以说中国模式并不适用于印度，印度很明显正在寻找它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印度很可能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但是印度也仍然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中心。就像我之前讲到的，除了人口红利、巨大的城市化潜力以外，还有就是它基于消费、服务出口以及高科技的这样的经济结构，要比像中国这种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经济结构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只要印度能够克服它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比如说关税壁垒问题、劳动力不平衡的问题，它就前景无限。印度政府需要注意到，就是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提供更好的教育，这是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有利的。所以印度的经济潜力和它已经展示出来的经济活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相信印度的崛起是指日可待的。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